英国贫铀弹会让俄罗斯动用核武器，过度核威慑更有可能破坏威慑力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最近呢，英国方面宣布，在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2坦克的同时，也将一并随车提供2500枚贫铀穿甲弹。俄罗斯方面做出的反应是，如果对方使用包含核成分的武器，那么俄罗斯也将被迫做出相应的反应。沾了铀这个字啊，当然就让人敏感了，所以这件事儿马上就成了新闻热点。我看到的各种媒体评论包括说这是英国先提供核武器了，俄罗斯会进行核反击，还有不少人对贫铀弹这个概念进行了各种科普，有些内容是很靠谱，有些内容呢也是惨不忍睹啊。我们一条条看啊，贫铀弹是核武器吗？这个大家要明白，不是带有放射性物质的武器就叫核武器的，只有通过核裂变或者核聚变这些个核反应，这些核爆炸产生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才是核武器，这是中学物理就教过的。那么贫铀弹是什么呢？贫铀弹是用贫铀合金当弹芯材料做成的穿甲弹，加入贫铀材料之后，穿甲弹弹芯的密度增高了，它的穿透能力通常会比钨合金穿甲弹还高10%以上，所以贫铀弹是比较理想的穿甲弹。美军呢不仅仅在坦克炮上用，也在飞机上用。比如说 A10 攻击机的那个30炮就是发射贫铀穿甲弹从顶部攻击坦克，非常有效。美国海军的近防炮上也使用20毫米口径的贫铀弹，因为要拦截反舰导弹的时候呢，要尽可能的去击穿反舰导弹头部的穿甲体，才能够打进去，才能够引爆导弹里边的炸药，所以用的还挺广泛的。那么贫铀弹有污染吗？这个是真的有，所以不能说贫铀弹是核武器，但是说它类似脏弹那是没问题。20多年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翻译过美军自己出的一个防护要求，发表在当年的兵器杂志上。按照美军的要求啊，他们对贫铀弹有3级防护机制。因为贫铀是生产核燃料的时候产生的副产品，主要成分呢是铀238以及浓度低于 0.2% 的铀235，还有少量的铀234。由于这个铀235的浓度呢，实际比自然界的天然存在浓度还要低，所以叫贫铀。但是235的浓度虽然低了，贫铀材料仍然会产生阿尔法射线、贝塔射线以及伽马射线，其中主要是阿尔法射线是来自于铀238。阿尔法射线呢穿透力比较低，所以根据美军的防护标准，搬运贫铀弹的时候戴个白手套，不直接触摸贫铀弹弹芯那就没问题。但是真正要命的在于使用后，贫铀弹击穿坦克的过程中，它的燃烧碰撞会产生大量的微小的粉尘，这些个带有辐射性的粉尘有可能被吸入人体，进入人体之后，那就是放射性物质直接在体内辐射，这叫内照射，再加上有重金属毒性，很有可能造成慢性疾病。所以美军的防护手册里边对处理贫铀弹打过的车辆有要求，不戴工业级别的防护口罩，穿防护设备是不能靠近被毁车辆的。这就是俄罗斯激烈反应的真正原因。打完了这场仗，谁收拾这个环境啊？其实贫铀弹对中国来讲不神秘，我们很早以前就研制生产过100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用的，还有30毫米口径机炮使用的贫铀弹，都是穿甲弹。那个时候我们毕竟也担心北方邻居的钢铁洪流。后来呢，中国就放弃了这些弹药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钨合金穿甲弹水平快速提升了，中国呢也不像美国那么缺钨，所以我们专心发展钨合金穿甲弹就足够了。另一方面就是污染问题处理起来太麻烦。另外呢，一大堆媒体说贫铀弹被联合国禁用了，是不是真的呢？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。2018年12月20日，伟大的俄罗斯塔斯社就发表过文章，俄罗斯要给特80 BVM 坦克升级，要配备 3BM60 型贫铀穿甲弹。俄罗斯专家在文章中表示，使用贫铀弹绝不违反任何国际条约。不过后来俄罗斯贫铀弹的研制好像不是很成功，导致俄罗斯的塔斯社是不是把国际法给改了？我们只能说塔斯社对国际法的解释符合量子力学。所以呢，俄罗斯怎么可能被这事儿真的用核武器反击呢？核威慑也不能乱用，进入核战争可就没有后悔药了。而且如果只是吓唬人又不敢真用，狼来了喊得太多，那就是最终谁都不当回事。
实际情况是，联合国禁用的武器里边根本就没有贫铀弹。说到最后呢，我想起件事来，就是当年我们还经常去坦克博物馆。坦克博物馆的后门呢，出去就是坦克某师的靶场。坦克某师用一辆报废的69坦克当靶车用，经常是打得千疮百孔，然后再补，补完了再打，打完了再补。我们去看那个车的时候呢，有个哥们就爬进车里边了。正好那时候我们刚刚翻译完美军那个贫铀弹防护条例，然后呢，我就一本正经的骗那哥们说这辆车啊是某所测试贫铀弹打过的。那哥们在车里听完我这么一说，一声惨叫就从车里蹦出来了。